未婚夫带着小三儿舞到正主面前，许医生也太惨了。听说顾少经常给他戴绿帽子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怪得了谁？哎，听说了吗？啊，听说小三儿跑医院里装正经来了，嘿，就他人家小三儿肚子都老了呀，好劲爆啊！说他怎么能忍？哎呦，他怎么你听谁说的？这种人怎么当的医生啊？是他，完了！副总最讨厌和女人接触了，这女医生死定了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你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没事，你走吧。副总，我现在给西城医院院长打电话，把那女医生开了。好端端的开他干什么？啊？你俩再不走，我把你开了。快了！听说上一个特助是女人，不小心碰了副总一下，直接发配非洲。怎么这个医生就没事啊？哎呦，瑶瑶，你别耍性子了，这傅正南可是你姐夫的小叔啊，傅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你就是过去照顾他几个月，又不让你干嘛？我不去，谁不知道他是个病秧子，活不了几个月了。说是去照顾他，其实就是傅家想找个女人去给他传宗接代。你必须得去！顾少说了，你要是不去，就停止对我们家的资助，到时候我们全家人喝西北风去啊！傅正南，傅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身患绝症，而且听说喜怒无常，之前傅家介绍的女人都被他骂走了。顾长河，你还……爸，顾长河疯了，你也疯了吧？瑶瑶才18岁，傅正南都30了，还身患绝症，她嫁过去就是守活寡，你这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啊！还不是因为你啊！好端端的和顾超闹什么矛盾？他要是不管我们了，我们徐家只有破产。姐，你去求求姐夫，我不想去照顾那个老男人，求求你了。你不用去，我来想办法。喂，你什么意思？给你妹妹找个好的归宿，不好吗？分手是我和你之间的事，别牵连到我的家人。好啊，那你过来给我道歉，再陪我喝酒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否则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妹妹嫁给傅正南。明明不是我的错，却要我道歉。顾长河，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，特别厉害？难道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的耐心有限，只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。3、2。姐，怎么样啊？我替瑶瑶去嫁到傅家。啊！傅正南要是愿意娶我，我就嫁他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！你和顾少都快结婚了，你要是和他小叔结婚，顾少知道了会生气的。只是快要结婚了，又没有已经结婚了。哎呦，闺女，你别闹了，你和傅正南在一起的话，没过几个月就会守活寡的。再说了，顾少对你也挺好的。是，他对我好，好到让我变成全医院的笑话，好到竟然让我18岁的妹妹去嫁给他小叔。那个人渣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回头的。不用再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傅家。哎，哎呀，傅家是西城最鼎盛的家族，却偏偏这一代，大少爷傅正行车祸去世，二少爷傅正南身患绝症，这才收养了远亲顾长河。傅正南一死，傅家的一切都会变成他的。嫁给傅正南跟顾长河抢家产，总比被他戴绿帽一辈子强。徐世瑶小姐，跟我来吧。先生在房间里休息，他呀脾气不太好，您注意一下，尽量别惹他生气。您进去吧。
傅先生，这么见不得人啊，把口罩帽子摘了。徐晚安，小叔叔你好，我们曾经在傅家家宴见过面，好久不见。还有上次在医院的事，没想到他居然记得我。你不是顾长河的未婚妻吗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妹妹身体不太好，我来替她照顾你。替她？你知道过来照顾我代表什么吗？知道。那你还不快滚！果然和传闻里一样不好接触，可如果我走了，徐家就再也无法翻身了。生个孩子而已，我也可以。离得近了，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生人勿近。你来这里，顾长河知道吗？他的小情人怀孕了，根本没空管我在做什么。所以你是故意的，报复他。当然，他能让外面的女人怀他的孩子，我为什么不能怀上小叔叔的孩子？我对别人碰过的女人不感兴趣。小叔叔放心，顾长河没有碰过我，他在外面有那么多女人，我嫌脏。那你以为我不挑食？他都不喜欢的女人，你以为我看得上？明明外界都传他快死了，是个无可救药的废物，竟然还那么清高。小叔叔，我有个顾长河的秘密，想要告诉你。什么？你确定你能拒绝我？为什么？其他女人一靠近，我就会心生反感，但是她，我竟然没有那么反感。你胆子很大。多谢小叔夸奖，那我这事算过关啦，我先走啦。顾长河没碰过你，也没教过你怎么接吻吗？这就受不了了。别忘了，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。有什么好怕的？那个人渣做初一，我凭什么不能做15？不光亲，我还要怀上傅正南的孩子，当他顾长河的婶婶。我有什么受不了的？继续。你认真的？你是顾长河的未婚妻，而我没有几个月可活了。你怎么这么想不开？好好的顾太太不做，非要做寡妇。他要真的把我当做顾家的太太，就不会在外面有那么多女人。所以你是利用我报复他？算是。那想必徐小姐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。是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很好。你的腿。现在你还有空关心别的Vicious, you got me. Still, I can't believe what you say. Quaking at the knees. What will you do to me? 看来你的未婚夫还挺挂记你的。不过既然你来了，就没有回头路。Think you've got me now.
Got me kinda twisted, cause I've got you now. 好个徐晚安，现在都敢不接电话了。顾先生，徐家把人送来了吗？徐小姐就在楼上。算他们识相。上去多久了？20分钟。20分钟，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在他的房间里待这么久。看来他很满意呀。正好徐家好掌控，等我和徐晚安结婚，徐世尧再给傅正南生个继承人，未来整个傅家还不是我说了算。我上去看看。徐晚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看你这样，可不像准备好了。今天就算了，以后可别后悔。谢谢小叔叔，我一定会尽快给你生孩子的。被他当成工具人，我竟然不生气，这女人有点意思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妹妹身体不太好，我来替她照顾小叔。徐晚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走。顾先生请自重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够了！我让你妹妹来是为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为了给小叔生个孩子，对吧？知道你还来，你要不要脸？顾先生这么生气做什么？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了，你凭什么管我？我爱跟谁生就跟谁生，与你无关。你费尽心思整这出戏，是因为微微的事是吗？你闹够了吗？我没闹啊，我会尽快给小叔生个孩子，最好是双胞胎。整个西城谁不知道你是我的女人？不要在我这里犯贱，我的耐心有限。你再闹，我真不要你了。正合我意。徐晚安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滚出傅家！放开！等等，你要把我的女人带去哪里？等等，你要把我的女人带去哪里？小叔，晚安是我的未婚妻，我要献给你的是她的妹妹。我就看上她了。晚安，过来。谢谢老公。徐晚安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注意称呼，以后叫她婶婶。听见没？乖，侄儿。可是顾长河，你过继到傅家3年，好处占尽，怎么现在连一个女人都不肯给我？小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女人，她家境不好，脾气也不好，她配不上你啊。我就喜欢性格差的。至于钱，我有的是。扶我回房休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住在傅家。谢谢傅先生。谢谢小叔叔帮我解围。你叫我什么？傅先生。出去吧。傅先生，你身体什么时候才能好呀？什么意思啊？身体不行，怎么造小孩？我不行？你觉得我今天放过你，是因为我不行啊？不然呢？明天我找人弄些调养的方子，你好好休息，再见。下人呢？怎么是他在煮饭？许小姐说她要亲自下厨，生蚝、韭菜、羊肉、枸杞、山药，这先生，许小姐为您做的是10全大补餐啊，她是不是误会了？您的病可不是那方面的。别多嘴。是。好啦，请品尝。
怎么样？一般吧。一般还在那吃，口是心非。结婚证，你什么时候办的？今早让律师走了手续，彩礼1000万已经打到你账户上了。既然嫁给了我，以后傅家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替你妹妹嫁到傅家的事被顾少知道了，他现在断了我们公司的资金链，不出3天，徐家就完蛋了。马上来公司一趟，把这事给我说清楚。正好有这1000万，公司的资金链就不会断了。谢谢小叔。小叔？谢谢老公，我有事就先走了，下午再回来给你做饭。徐小姐的性格真有意思，和先生您真般配啊。一般吧。爸，过来，坐下。听顾少说，你和傅正南领证了。他给我了1000万当做彩礼，正好给公司救急。这样，你以后就不用怕顾长河的威胁了。你懂什么？等傅正南死了以后，傅家的一切可都是顾长河的，那可是上百亿的家产。现在区区1000万，你就动心了？只要我给傅正南生孩子，傅家的家产就有我的一份。哎，行了，他一个病秧子还能生育吗？哎，婉安呐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徐家考虑。傅正南没几天可活了，要是你怀不上孩子，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哎，生不出来孩子我也认了，没有男人，没有孩子，我照样可以撑起整个徐家。你拿什么撑？胡闹！我和顾少已经说好了，等以后傅正南死了，他会重新娶你过门。爸，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他就是害怕我生个孩子，和他争家产而已。所以我和顾少还聊了一件事儿，你这肚子里面的孩子必须得是顾少的，这样傅家的一切才有我们徐家的一份。你疯了！顾长河他就是个人渣。对不起了，晚安。为了咱们徐家的未来，只有委屈你自己了。你和顾少都那么多年感情了，他再担心，心里面也是有你的。行了，他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待会儿就到，你好好表现。傅正南，小叔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其实，你父亲就是多此一举，不用这个香，你也会主动现身的。神经病！你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？我早就不爱你。徐婉安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太了解你了，这就是你欲擒故纵的手段。欲擒故纵你个头啊！我现在是你婶婶。你认真的吗？傅正南那个废物还能生育吗？他身体再差，也比不过你。你天天在外面鬼混，生不出来孩子的人是你。好，那我就跟你看看娃你能不能生。你跟他睡了？不睡，怎么生孩子？你把你自己玩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我还会要你吗？现在是我不要你，滚！好，很好，徐婉安，我跟你在一起5年，你不让我碰你一下，你去傅家1晚上你就跟他睡了，你就是下贱。正好，你现在脏了，让我玩玩。人渣！骂吧，你待会儿会骂得更大声。
你既然都愿意给他，你都不愿意给我。副总，老爷花重金为您请了位退隐的名医，稍后就到。喂，傅正南，小叔，救救我！你在哪儿？3分钟，查出徐婉安在哪儿。那医生，不看了，备车。要笑起来了是吧？你现在装的有多清纯，待会儿就会有多下流。你个疯子！疯子，疯子也是你造成的。我的未婚妻跟我小叔在一起，现在全西城都在等着看我笑话。骂吧，你当初要是早点答应我，现在怀孕的就是你了。我给你最后一个选择，你要是给我生个孩子，你就还是我最完美的顾太太。这个称呼我当不起。我这么多女人，有哪一个让你的地位受到了威胁？不要让一个外人影响我们的感情好吗？你给我生个孩子，对外宣称是傅正南的，我们俩一起把傅氏吃得干干净净。去死！好，那老子就强行让你怀孕，一次不行就2次，我就不信我比那废物差。顾长河，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吧？小叔，哼！你给他下药了？误会，这绝对是误会。误会？哼！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？她现在是你婶婶，你敢对你婶婶动歪心思？你想死啊？对不起，滚！不舒服？热。以后你不准单独跟他见面。知道了。先生，家庭医生看了徐小姐被下的药，对身体没有伤害，时效到了，药效就会消失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种把戏也能中招？徐婉安，你故意的吧？你心里是不是还有顾长河？你最好清楚，现在你是我，以后离他远一些，否则我。Got me kinda twisted. Think you've got me now. Got me kinda twisted. 徐婉安，看来上次教你的你全都忘了。不行，这里。那回家。先见见。别走！你总得让我脱个衣服吧？我难受。这次，看来你完全准备好了。Now my hands are tied in the shadows, and I'm paralyzed. Won't you let go? I don't wanna be the one to run, run, run. So.
难受。我昨晚居然是那个死样子。平常看着这么暴力凶狠，现在倒是很平和温柔。傅正南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都已经这么熟了，摸一摸怎么了？熟？我们不过是生孩子的关系，除此之外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好好好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再见，老娘要睡回笼觉。讨厌鬼，跟谁吸的倒贴你是？雪婉，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？陈特助，早饭做好了，我就先去上班了。好的，徐小姐。自从吃了您做的饭，傅先生对其他人的手艺都不感兴趣了。傅先生满意就好，我下班回来继续给他做。先生，这徐小姐真是越看和您越般配啊！您之前还对女人过敏，唯独这徐小姐是个例外。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也不知道昨天是谁知道徐小姐出事后那么着急。徐医生，那个王小姐又来了，挂的还是你的号。又来，故意恶心我的吧？其他的小三怀孕了，都是躲着正主的，哪有像她这么嚣张的？我看啊，她就是故意挑衅你的。没事，让她进来吧。徐医生，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，你可要给我好好检查检查，毕竟我肚子里的孩子啊，他可不一般。都是肉长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就是这么跟孕妇说话的吗？我是医生，又不是服务员，对你的态度已经很客气了。拿去做检查吧。你给我安排这么多检查，是不是故意报复我？全都检查一遍才放心，毕竟你肚子里的孩子不一般。老公，我来医院检查的时候又碰上了徐医生，他给我开了一大堆单子让我去做检查，怎么办啊？这都要排队。老公，这个徐医生是不是看不惯我？他还真是没完没了啊！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叫人去安排。你是不是以为这样就能刁难我？看来你也就这点本事。动作还挺快。长河特意给院长打个电话，让我走后门。做长河的女人就是有这么些好处。徐医生，你这么年轻就坐上现在的位置，应该也是借了长河的光吧？我说不是，你也不会相信。我当然不会信，你可是这西城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师，要说不是借了长河的光，可能吗？随便你怎么想，检查结果显示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可以离开。没问题最好，要是有问题的话，长河可是会担心的，而且他第一个问责的，应该就是你这个主治医师吧？你说对吗？你说对吗？下一个，你给我等着。选院长，你有事？有位大人物的太太怀孕了，就在我们医院备孕。晚上你和我一起去吃个饭，认识一下。我晚上还有事。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顾太太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？以前没让你去应酬，就是看在顾先生的面子上，明白吗？好。说好给傅正南做饭，今天又要食言了。陈特助，不好意思，今晚有应酬，不能给傅先生做饭了。
顾先生，好久不见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坐。这位就是你们最优秀的妇产科医生。顾先生，我知道你们以前有过不愉快的过去，但徐医生确实是我们产科最优秀的医生，有他主刀，你100个放心。好。徐婉，顾家可是医院最大的投资商，我相信你不会拒绝的，对吧？他当然不会拒绝啊。徐婉，顾夫人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你不得怠慢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医生，不是医院股东，投资大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院长，这我就不负责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徐婉，你还要不要工作了？坐下。行，我接，只要你们不怕，大小双亡。长河，你看他，居然还敢威胁我！这无异于是毁了你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徐婉安，我了解你，你不敢。其实也有别的办法，上次我跟你说的，你还记得吗？随时奏效。人渣，做梦！不吃，拿走。先生，这已经是西城最好的厨师了，要不您将就吃一点吧。要不你替我将就一下。徐婉安呢？她不是说好给我做饭吗？她跑去哪了？徐小姐说她今晚有应酬。应酬？我需要她上班吗？我需要她工作吗？我养不起她吗？她倒是有时间上班，那我呢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。打电话让她立刻回来。是，我这就给徐小姐打电话。徐婉安，你怎么和顾先生说话的？道歉！我这人脾气就这样，不会道歉。你敢出去，我明天就联合西城所有医疗机构联手封杀你。你出了这个门，那这辈子都不要当医生了。顾长河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只要配合我就好了。要是还按你之前那样，我就算死也不会同意。我嫌脏。有骨气。你把这个喝不完，别想走。徐小姐，傅先生生气了，您快回来吧。我走不开，我要应酬的是顾大少爷顾长河，我可不敢走。让他把电话给顾长河。是。有人找你。徐婉安，你又给小叔告状。哼。喂，小叔，我限你15分钟内立刻把他送回来，否则我亲自去接他。走，这饭不吃了。先别走呀，顾先生不是要让我陪酒吗？不喝了，我还得送婶婶回去呢。顾先生，你闭嘴，滚！徐婉安，你有本事啊！你竟然让傅正南这样一个从来不管闲事的人为你转了性。走吧，乖侄儿，送我回家，免得你小叔叔生气。我说了不吃，给我滚！看见没，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。这个暴君想玩死你轻轻松松，那也比你这个人渣强。你以后不用上班了。这人还真是霸道。算了算了，他气头上，不触他眉头。小叔，你让我的人去陪你喝酒，你把我的警告当耳旁风吗？没有，我和医院院长在吃饭，聊您的身体状况，他正好在那儿。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了。你想把我饿死啊？我现在就去做饭。放着好好的顾太太不当，来这里做佣人。徐婉安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。等傅正南死了，我看你怎么后悔。小叔，我也走了。
好吃吗？这么着急喊我回来，是不是离不开我的厨艺啊？跟顾长河吃饭，开心吗？这男人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不开心。等我死了以后，你想找多少男人都可以，但是在我死之前，你要是敢找其他男人给我戴绿帽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早上说话那么难听，现在管我倒是一套一套的，这该死的占有欲。知道啦，今天是我们院长非要喊我过去，去之前我都不知道是顾长河组的局，否则的话，我是肯定不会去的。那你不用上班了，把我照顾好，钱不少你的。那生孩子的事情，你去找别人吧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工作。你敢威胁我？好，你可以上班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要24小时随叫随到。谢谢老公。喂，这么快就接我电话了，果然还是忘不掉我吧？不好意思，删除联系人时候忘记拉黑了。徐婉安，你根本就不喜欢傅正南，这只不过是你欲擒故纵的把戏罢了。你就是想我回头是吧？你现在闹够了吧？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自作多情的。只要你回头，我一定把那王雪薇甩了，而且我会打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渣。王雪薇知道这件事吗？婉安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回来，我这辈子就爱你一个人。顾长河，你不就是怕我生出个孩子来和你争家产吗？不过你这演技真的很假。唉，不说了，我要忙着和你小叔造人。再见啦。徐婉安，你跟那个废物都下得去嘴吗？徐婉安，你好得很。喂，喂，瑶瑶，你过来，我找你有点事儿啊。傅先生，来吧。这么积极啊？当然是希望能怀上你的孩子，等你死后，我就当寡妇，继承傅家遗产。有一说一，傅先生这身材真是病样子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夸你身材好，就是可惜了，床上表现一般。一般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组织语言。徐婉安，那么多年的感情，我不信你说放下就能放下。顾先生，瑶瑶来了，坐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是你姐夫，我又不会害你。可是，你不是已经不要我姐了吗？是你姐不要我。算了，话说回来，你姐也是为了你才答应嫁给傅正南的。她被迫嫁给一个老男人，牺牲这么大，还要守活寡，你忍心吗？那你觉得我是不是更适合你姐？爸劝过姐姐，但是她不听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姐夫，我姐马上就要嫁给傅正南了，该怎么办啊？那你就把这个放到你姐平时吃的维生素里就可以。这不好吧？你姐要是怀了傅正南的孩子，你觉得傅老爷子还放人走吗？到时候我救不了你姐，我也救不了你们徐家。下次再也不口嗨了。不行，我要去隔壁好好睡一觉，一晚没睡，谁受得了啊？
别走，别走！这活阎王居然也有这么柔软的一面。哎，你看，就是这里。就是他勾搭了顾少，还勾搭顾少小叔子的那个女人，真不要脸，怪不得顾少会出轨。那些有钱人就是玩玩而已，到最后啊，他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没看傅家都不愿意承认他的身份吗？这种人还能当主任医师啊？啊！瑶瑶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你都好一段日子没回家了，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。没有这个必要，他们除了告诉我不要和傅正南结婚生子，也不会说其他东西。爸妈也是担心你嘛。我刚刚来的路上，听到好多医生病人都在谈论你，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攀龙附凤。他们说的也没错，我不就是在为许家攀龙附凤吗？可是，好了，出去吧，我要工作了。姐，我看你这个维生素马上要吃完了，我给你带了瓶新的。放着吧。先生，您的主治医生说您只剩下2个月时间。徐小姐，我先去备菜。傅先生，只剩2个月时间了。对，你不是巴不得我快死了，然后好继承财产吗？正好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来不及怀孕？你倒是尽心尽力啊。那当然，我一向都很尽心尽力。傅先生，我先去做饭，晚上再继续做。做什么？爱。徐小姐，吃得消吗？那什么，我先去做饭，待会儿还要去医院加班。真是小狐狸，明明把我当工具人，还要故意撩我。陈特助，先生，安排一个医生为他做全身体检，再找一个营养师给他做备孕，再向全城公布他徐婉安是我傅正南的妻子。西城上层圈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，还需要特意公布吗？这样，他身边的闲言碎语会少一些。原来您这么关注徐小姐，还第一次见您对一个人这么上心呢。给他一个名分罢了。徐婉安，你还真有本事，居然能让傅正南发全城公告宣布关系。老公，我们的宝宝就快要出生了，是不是要给他买一套大房子啊？要有花园，还要有……你滚开！老公，别叫我老公，你一个3线小模特，你怀了我的孩子就能进我家吗？当初要不是你长得有几分像他，你才爬不上我的床。没吃避孕药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。徐婉安，又是因为那个女人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徐婉安，我有事找你。可我不想听。不是，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情，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？我为什么要考虑？要不是我这2天忙，我早就求神拜佛，求菩萨保佑我早生贵子了。之前的事情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他来找你麻烦，我也不该在办公室里这么强迫你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小事？你可真会说话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只要你同意怀上我的孩子，以后傅家的一切都是我们俩的。可以啊，但我信不过你的人品。你给我手写一封保证书，我倒可以考虑一下。手写？这件事情被傅氏知道了，我会死得很惨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
顾先生的诚意不过如此。我已经很给你脸了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你随便。傅正南什么时候不要你了？你会后悔的。不后悔。有眼不见。行，那我帮你离开他。你好，哪位？林医生。顾少爷。哎，对，我小叔和婶婶的体检是你在负责吗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事，就是我最近发现我婶婶在吃一种药，她可能是生病了。吃的什么药啊？没什么，可能也是我想多了。那万一只是在吃维生素呢？是吧？傅先生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徐小姐，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比较好奇，你到底是我的人，还是顾长河的人？傅先生，难道我的立场不够明显吗？顾长河是我的仇人，所以我当然是您的人。是吗？可他明明找过你，告诉你不要给我生孩子。但是我没有答应啊。我知道，毕竟我相信你就算为了自己的未来，也会选择生下这个孩子的。他区区一个顾长河，用什么跟我傅家家产比？既然您知道，那您在担心什么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经常加班，有时候熬夜，所以会吃一些维生素。我以为我刚刚提醒过你，你会明白，会说实话。但现在看来，你并没有珍惜这个机会，还在说谎。我最讨厌说谎的人。傅先生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可你一直在吃避孕药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怎么会？里面真的混了避孕药。你要是不想跟我生这个孩子，你大可不必在这浪费时光。还是说你跟顾长河是一伙的，他派你过来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傅家绝后？当然不是。顾先生，您听我解释，这个药是我妹妹瑶瑶给我的，我吃的时候没有看清楚。你跟你妹妹关系好吗？嗯。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觉得我会信？傅先生，您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？你真的想跟我生孩子？是。好，证明给我看。傅先生，等等。你不是说要我相信你吗？那就表明你的决心，用尽浑身解数取悦我。取悦？你要我怎么取悦你？自己脱。傅先生，一定要这样吗？不脱就给我滚回去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In the dark, with no light to save me. In the dark, I lost my way home. 那要我真的不知情，我明天就去找瑶瑶问清楚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还要我怎么做？为什么我对她的身体如此痴迷？徐晚安，你到底是谁？是你的人。哼。徐诗瑶，给我一个解释，这里面的避孕药是你放的，还是爸让你放的？我说话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安，你少说两句。瑶瑶还是个孩子呢，她现在已经成年了，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你明知道我要给傅家生孩子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难道要看着我一辈子被顾长河要挟，你才安心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姐夫他让我才……姐夫，我就知道是那个王八蛋干的。许世瑶，你要气死我吗？之前就是因为他，你差点被送到傅家，要不是我，现在照顾傅正南的人就是你。姐夫也是为了你好，他说了，只要你不怀孕，等那个傅正南一死，他就立马娶你。不许叫他姐夫！哎，行了，你妹妹也是好心办坏事，别怪她了。我就是气，他被当枪使都不知道。以后不许再听顾长河的话。顾长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少爷，我拦不住他。滚！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怎么，我那个脾气古怪的小叔把你甩了？你很开心啊？看你这样，果然是傅正南把你甩了。既然回来了，那就好好听话。我们还和以前一样。还是算了吧，提起以前我就恶心。我知道，你就是吃醋。只要你回来，我立马让王雪薇滚蛋。你说这些话你不嫌恶心人？真把自己当皇帝了？我来这里就是要跟你讲清楚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头。还有，这个是你让瑶瑶给我的吧？你说，如果我把这个消息放给媒体，西城的人知道了会怎么想？顾总，你的名声还想要吗？是我给的又怎么了？你觉得是你发布的消息可信，还是顾氏发布的可信度更高呢？徐婉安，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？把你放在眼里，我嫌辣眼睛，敢做不敢当。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长河，徐小姐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你就别勉强她。再说，她都进傅家那么久了，肯定早就不干净了。关你屁事！滚！哼，顾总为了演戏，还真是下血本，连你的小娇妻都打。我只是想向你证明，在你面前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都跟傅正南睡了，我都不在乎。只要你回来，乖乖听话，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。他比你好多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，他比你好多了。他比你有钱，比你高，身材比你好，脸也比你长得好看。他除了脾气差，哪里都比你强。徐婉涵，你是不是觉得我非你不可？你想掐死我？住手！住手！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许再跟徐婉安单独见面？怎么，我的话也敢当耳旁风吗？他来找的我，是吗？那也是你跟他见面，也是你的错。我是来自证清白的。徐婉安，你怎么还录音呢？聒噪！看来我真该替你爸好好教训你了。把他腿打断，好好教训他。是。哎，小叔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的。知道我派人跟着你，所以故意使用这招借刀杀人是吧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单纯的想取证，以免傅先生再为难我罢了。是我给的又怎么了？现在相信我了吧？你这副机关算尽、有仇必报的样子都写在脸上了。有吗？明明是傅先生太老奸巨猾，西城人人都以为你身患绝症，不理杂事。可我发现傅先生厉害得很，一直在藏拙，就是可惜得了绝症，英年早逝。否则这人真的哪里都比顾长河强10000倍。我还真是品味独特，明明有这么多单纯可爱的女人，偏偏喜欢这只小狐狸。徐小姐，等你怀孕之后，我们就正式举行婚礼。到时候我会让西城所有人知道，
你怀了我傅家的种，他顾长河一个养子，有什么资格跟你争？跟我结婚？傅先生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你想多了。口是心非。先生、夫人，今天老爷在老宅举办家宴，我们走吧。正好，你去见见我吧。这么快就见家长？走吧。爸，一定要把我保住。儿子，你别着急，搬到傅家的事情，这一时半会儿啊，也是急不来的。等傅正南死了，你的机会就来了。至于徐婉安那个攀龙附凤的贱女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收拾她。她以为攀上傅正南就高枕无忧了，做梦！傅家主，徐婉安那个女人真的不能要啊！你看她才来多久，就让小少爷和长河两个人反目成仇，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胡闹！我叫他过来是给傅家留后，而不是让傅家四分五裂的。而且啊，他还偷偷吃避孕药。什么？这样，你重新找个人过来。他不愿意跟阿南生孩子，有的是人愿意。哎，就是，在西城市比徐婉安优秀的千金那多了去了。这样，回头我好好给少爷物色几个。去吧。少爷，老爷找你。你在这里等我。徐小姐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和傅家的合作解除了，傅家不再需要你照顾傅少爷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把他给我带走。那个找来照顾你的女人换一个吧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徐婉安挺好的，我很满意。她之前就和顾长河纠缠不清，后来居然服用避孕药。我看她呀，就是脚踏两只船，想两边获利。这种女人是绝对不能进我傅家的门的。我不管她做了什么，我喜欢就够了。如果你找我来是为了这件事，那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，是通知徐婉安必须换。从小到大，你这个做父亲的都不称职，从来就没有管过我。现在有什么资格来插手我的婚事？我告诉你，这可由不得你。我已经叫人把他赶走了，从此解除合约。什么？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你这是干什么，顾先生？这里可是傅家，没有傅正南的允许，你竟然敢这么做！这正是傅老先生的意思。傅老先生，傅正南的父亲也是当今傅氏的掌权人傅平生。等等，既然要解除合约，总得给我一个解释吧？你们小小的徐家还不配让傅家开口解释。你已经从傅少那儿得到1000万的好处费了，就当着傅家给你的解约费，把他丢出去。把他丢出去。让人来就来，让人滚就滚，傅家可真是神气，就不让你们丢，老娘不伺候。傅少爷，让开！徐婉安呢？徐小姐她已经走了，她答应解除合约了。她答应了？少爷，您别生气。您看，这是我为您新物色的3位千金，她们不管是学历、能力，还有家庭背景，样样都比徐婉安好。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愿意为您生孩子，这是他们的详细资料，请您过目。傅正南果然如传闻中一样高冷，但如果能说服他，未来整个傅家不就都是我的了吗？让他们滚，我没兴趣。不是啊，傅少爷，你也知道，现在傅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承血脉呀。你还是看看他们吧，他们也都是傅老先生满意的。我爸很满意。是的。好，那我就更不要了，让开！傅少爷，要不您还是看一下吧。你也知道傅老先生的脾气，您要是不看，
他要是哪天知道了，我可就有大麻烦了。傅少你好，我叫许若星，我们小时候见过几面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从不见垃圾。傅少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这样的可以吗？我身材家世都比他们更好。傅少，不要这么冷漠嘛。滚！听清楚了，不管我爸怎么吩咐，我选定的人只有徐婉安，我非他不要。啊，傅老先生，怎么样？哎，那3位千金，少爷他都不满意。这样，你告诉他们，只要谁能爬上傅正南的床，我就给他1个亿。徐婉安呢？给我找到他。是。副总，快，备车去医院！哇，刚送进来那个真的是傅家大少爷？肯定是，院长和各大主任都过去了，要不是咱们是妇产科，肯定也得参与会诊。傅正南生病了，算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副总，吃点东西吧。徐婉安还是不接电话吗？不接电话，不回消息，不管我爸跟他说了什么，总该给我个交代吧。拿来。拿走。徐婉安不就在这个医院吗？让他过来见我。老爷子下了死命令，你和徐婉安的合约解除了，以后会再给您找个女人。那他就走得这么干脆啊？我爸给了他多少钱？副总，多少吃点吧，以后恐怕是见不到徐小姐了。你是想我饿死，还是恶心死？要不我把徐小姐给您叫过来？这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是我说的，为了副总的幸福，背点黑锅怎么了？生孩子这件事，原来要谁都可以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我只想要他。进。徐小姐，方便吗？有件事想麻烦你。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里说吧。副总想见你。从昨晚到现在，副总一口饭都没吃。原来难忘的不是我这个人，是我的厨艺。傅正南，你也不是好东西。这是我给自己做的盒饭，你送过去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可是以后还是让副总习惯的好，合约已经解除了，总过去小叔家，难免会被人说闲话。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副总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总不能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了吧？出去。是。徐婉安，我饿了。狗男人，果然是冲着吃的来的。这是今天我自己带的饭，虽然没有按照您的需求配菜，但是口味都差不多，吃吧。想不到副总竟然是资深吃货，竟然为了一口吃的亲自跑过来找我啊！你明知道我吃不下别人的饭，而你就在这个医院，却不来看我一眼，现在你倒很得意吗？副总亲自来找我，就是为了吃饭的事情吗？简单，只要钱到位，我兼职当厨子伺候你都行。副总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，亲自跑来找我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1个月10万块。副总应该很乐意给这笔钱。请你当厨子？我虽然做不了一个好老婆，但我绝对是一个好厨子。这份饭就先不收你钱了，1日3餐，以后副总想吃什么，我亲自给你做。张口闭口都是钱，你就这么爱钱吗？不然呢？徐家是什么情况？相信副总从顾长河嘴里听到过一些。我要是不爱钱，徐家早就完蛋了，不是吗？那我是什么情况，你也应该知道吧？你是我唯一能碰的女人，不是说好给我生孩子吗？怎么说走就走？你把我当什么？离开他，
我连饭都吃不下去，甚至觉得自己根本活不下去。傅先生，所有人都不希望我给你生孩子，连你爸也是这样。那我们还有继续的必要吗？他没有资格干涉我的人生。哼，所以他给你钱，你心动了，就想毁约。说吧，他给你多少，我给双倍。没有。那你心虚什么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，不回消息？我只是不想被人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这与我和顾长河在一起又有什么区别？一点尊严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必要在一起？我会尊重你工作的时间。至于我爸说什么，当他放屁。傅先生，你扪心自问，你有对我这个老婆有过半点信任吗？全是猜忌的关系，真的没有继续的必要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从今以后，我会试着相信你的。好了，傅先生，这是在医院，要是被别人看到我和病人偷情，我的工作肯定会黄的。这叫偷情？不然呢？所有人都不希望我们在一起，不叫偷情叫什么？这顿饭你吃完了记得送过来，晚餐我会送到病房的。想我了记得告诉我。我会想你。不想？那好吧。好巧，我应该也不会。被人挑拨离间的时候那么容易相信，撩人的本事倒是一流。晚安，听你爸说，你和傅正南先生的合约取消了。自从上次他把我送给顾长河，换取前程后，我就没这个爸了。至于我和傅正南的事，也不劳烦他操心。你还在生你爸的气啊？他这不也是好心办坏事吗？哎，晚安，之前的事情是爸对不起你啊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我就挂了。别！爸是想跟你说，既然都已经放跑一个金龟婿了，那顾少就更不应该放过了。你就去给他低头认个错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就是，安安，我们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也知道，能离得了顾先生吗？说到底，还是要让我去找顾长河。我不去，要去你们自己去。我已经结婚了，你们不要脸，我要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们家可怎么办呀？顾少，对了，就去找顾少，他一定还是喜欢安安的。长河，你别烦我，怀孕了就老实些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，我早把你赶出顾家。少爷，你慢些，医生说你在别说话，滚！该死，傅正南那王八蛋居然打断了我3条腿，这不是故意要我顾家绝后吗？少爷，徐家人想要见你。徐家？顾少，您当初说只要晚安能回到您的身边，就能娶她，是吗？那是以前，我顾长河就是给他傅正南接盘的，是吧？不是顾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只要您能继续给咱们徐家注资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顾少，求求你了。你跪有什么用啊？我要徐晚安跪在我面前，这事儿才算完。是，顾少放心，我一定带着他上门赔罪。又是徐晚安那个小贱人，他要是不消失，我这顾家太太的位置就一天坐得不安稳。傅少你好，我叫许若曦。经过我的筛选，这才是最适合你的结婚人选。阿南，你以后就和他生孩子吧。傅少，我们之前是见过面的，只是太急了，我没来得及给您做自我介绍。但是我有自信，我任何方面都能比徐家小姐做得更好。吵到我休息了，出去。阿南，
徐婉安那个女人真的不适合你，若星才是最适合你的对象。阿南，你就乖乖的听爸爸的话，留个后，否则你走了以后，就留爸爸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这个世上，我怎么活呀？孤苦伶仃，不是你自找的。当初我妈突发心脏病，明明还有救，是你非要谈什么狗屁合同，才耽误了救治的时间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因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唉，若星，接下来就由你照顾阿南吧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站住！谁让你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我来给傅正南送吃的。送吃的？哼！这次阿南还有急性肠胃炎，我看就是因为吃了你这东西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敢接近阿南，信不信我让你整个徐家吃不了兜着走？滚！你打翻了，我吃什么？阿南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再不出来，我老婆又要被你赶走了。过来。我派我过去，副董事长会对我家人不利，毕竟我徐家事小，得罪不起傅家这样的庞然大物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傅平生，我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好，既然你非要让这个徐婉安给你做饭，那就让他留下来。你呢，先进去进修。你还不赶紧过去陪安呢？你干什么呢你？对他客气点。以后你要是再敢赶走他，别怪我跟你不客气。果然是小霸王，连对自己亲爹都那么凶。嘿，急性肠胃炎，活该！你这几天就没好好吃饭吧？这辈子我都没好好吃过饭。现在开始，在我身边哪儿也不能去，哪儿也不能去。可是，怎么，你不想？我的意思是，傅先生都没好好吃过饭吧？之前做的，现在让地板吃了，我再去重新给你做一份。不用，太晚了，吃这个就好。When I cry, it is a lie. When I cry. 本来看你和那个徐婉安还有点相似，所以想着让你来试试，没想到那臭小子还是不喜欢。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不用，我还不了解他吗？要不了几天他就烦了，喜新厌旧的家伙。这样，到时候我会联系你，你先回去。之前怎么没发现傅先生这么不争气啊？我去给你找内科医生看看。我一个快死了的人，他们来了也没用。难怪身体这么不好。薛晚安，你的合约是跟我签的，只有我才有资格跟你取消合约。至于我爸说什么，不用管他。等你有了孩子，傅家的继承权自然是你的。他这人就是利益至上，之所以不选择你们徐家，就是因为你们徐家势力太小，不能让他搭上一艘船而已。知道了。我现在去给你叫医生。不要，经常这样，躺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这病就是饿出来的，还不用？傅先生，你干嘛？乖乖别动。止痛，止痛。傅先生说胡话的功夫真是日益精湛，跟某个小狐狸学的。出院吧，我的身体我最清楚。这么急，不再看看？很急，急着跟老婆造人。等等，这是医院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人过来的。傅总，3天之后就是傅老爷子的生日宴了，需不需要买份礼物？他整天给我没事找事，还指望我送他礼物。
完蛋，他们父子俩该不会是因为我关系才那么差的吧？陈特助，麻烦停下车。我有东西忘拿了，我回去拿一趟。这小狐狸又想干什么？听说傅老爷子喜欢玉石，如果以傅正南的名义送一件，应该能改善他们的父子关系吧？你好，这块麻烦让我看看。好的。昌河，你看，这不是徐婉安那个小贱人吗？走，去看看。呀，我当谁呢？这不是喜欢傍大款的徐婉安吗？你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居然能傍上傅正南？徐婉安，看来你跟傅正南在一起之后，捞了不少钱呢。这种地方你都敢来逛？怎么，被打断的腿恢复了？徐婉安，你不要以为你跟我在一起过就能在我面前得意。傅正南死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等他去世了，我拿着他的遗产过大好人生，不爽吗？遗产？你想多了，傅家的遗产1分钱都给不到你，你还专门跑来买玉器，你是想投其所好，讨傅老爷子的欢心，好让他承认你这个儿媳妇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别生气嘛，人家又要陪傅正南，又要陪傅平生的，说不定心里高兴的很呢。徐婉安，还好我跟你分得早，不然我头上不知道多少顶绿帽子。你们两个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些话就不怕让傅家知道？听见又怎么了？我看啊，你就是床上功夫了得，傅正南才能看得上你。要不是他看得上你，这里的玉器你买得起吗？表里不一，整天装清纯，谁知道你私底下是怎么样的？我今天出门真是没看黄历，遇到2个神经病。麻烦帮我包起来。好的。慢着，这个玉器不能卖给他。你什么意思？手都伸到我口袋了，我想买就买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是新来的吗？你不知道这个商场是谁开的吗？我只知道是傅家开的。对，这家商场是傅家的。那你知道你眼前的这位是未来傅家的继承人吗？那既然这家店是长河的，我说不卖就是不卖。对不起，少爷，对不起。滚一边去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商场以后的东西，宁愿卖给路边的一条狗，都不卖给你，徐婉安。当然，如果你求我，我可以大发慈悲。你碰过的东西，我嫌脏，大不了我换家店买。慢着。这个玉值8万，你碰过，我要你赔我80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献身给傅正南，我不嫌你脏，你跑过来嫌我脏。你这个小姐碰过的东西，我也嫌脏。你走之后，我这一整个店面都要消毒，你必须要赔我10倍的价格。你想要讹钱，摊开躺在大马路上，来钱更快。来人！我说过，这商场是我傅家的，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吗？徐婉，你不是喜欢傍大款吗？傅正南不是有钱吗？他给你多少钱？该不会一晚上连88万都没有吧？你俩真可笑，自己不敢直面傅正南，就以这种方式拿我出气。怎么，被我说中，恼羞成怒了？有本事你就把这话到傅正南面前去说，我看你会怎么死。闭嘴！你不要以为你跟傅正南在一起就能踩在我的头上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对女人从来都没有耐心。他要把你甩了，你就等着哭吧。哎呀，你就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傅正南肯定一脚就把你踹了。你别跟他废话，今天要么还88万，要么……哎，
长河，我看咱们要不把这胡妹子的脸给刮花了？我看这刮花了，傅正南还要不要的？好主意。上！顾长河，你疯了？就不怕傅正南和你翻脸吗？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谁敢说出去？至于你，徐婉安，你怎么跟傅正南解释我不管，但你要再敢告状，我就去找你家的麻烦。无耻！我无耻？我无耻还不是你逼的？你好好跟我在一起不就好了吗？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整天就知道装清纯小白花，还能碰上傅正南，你到底是有什么本事？你这个疯子！我就是疯了，一天不弄你我就难受。住手！住手！小叔，你不是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吗？你怎么会来？我的事也配你管？滚！傅总，我就是来开玩笑的。小叔，我们俩就是偶遇，我又不是故意要见他的。偶遇，那还真是巧。哼，你身上是带狗粮了吗？啊，不然为什么总有两只疯狗追着你？小叔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，他接近你就是为了骗你的钱。就是，您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是吗？是啊，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还不了解他，她就是一拜金女，他们徐家更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胡说！继续，你说说，这样拜金的人该怎么处理？要我说，像她这种不要脸的女人，就应该给她把嘴打烂，让她好好长长记性。就是，还要让她在这里跪上一天，才能长记性。说得对。陈特助，给我打！徐婉安，你死定了！谁让你骗傅总的钱的？这下你可惨了！你打我干什么？打的就是你，把他们俩给我摁住！傅正南，你这是为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徐婉安有问题，还说徐家贪得无厌什么？我没有说错啊，小叔，我这真的就是为了你好，他就是个贱人。可你别忘了，徐家是你接手的，该长记性的人是你吧？别忘了，徐婉安是我的女人，打她就是在打我傅正南的脸。区区8万8要走，给他花多少我愿意。继续打。哎，副总，我们就是跟他开玩笑，对不起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求求你。走。傅正南，你先等我买个礼物。礼物？就是给你父亲的生日礼物。我不想因为你们的关系闹僵了，所以想以你的名义送他一份礼物。这些你不用操心了，我跟他关系本来就不好，是他活该，跟你没关系。走吧。傅总，徐小姐没事了，就是一些擦伤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给那个糟老头子买了一份礼物，另外一个是你的新婚礼物。新婚？等以后我会给你补办一场婚礼的。看着是个冷面活，还挺会疼人的。满意吗？还不错吧。那太太，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计划了。什么计划？造人。等你怀孕之后，那老头子肯定不会再找你麻烦。傅先生，你确定这不是饭饱思淫欲的借口吗？傅正南真的是个病人吗？简直是活牲口，这半个月快折腾死我。要不是大姨妈来看我，我还没机会休息休息呢。哎，站着，徐婉安是吗？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医院，隔壁就是警察局。警察来了也管不了这事儿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什么时候欠你们钱了？看清楚了，
借款人徐小龙，连本带息300万，是你爸爸？他欠你们的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站着！副总，徐小姐那边好像有麻烦了。过去看看。是。哎，我说徐医生，这儿可是你上班的地方，你也不想事情闹得太难堪了吧？啊？这个医院的医生怎么这样？哦，我认得他，他就是西城医院里面最有名的那个妇产科医生。徐医生这是欠了多少钱啊？债主都找上门来了。果然离了顾少他就活不了了，依我看肠子都会切了。300万，我替他出了。300万，我替他出了。这里是300万。要是让我知道你们拿空头支票来唬我，你们就死定。富氏集团，知道还不快滚！是，傅少爷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就滚，走。谢谢你，傅先生，我欠你的更多了。你都是我老婆了，还说这么多欠不欠的干什么？话是这么说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今天我就先走了，这个事儿我要回家问清楚。3分钟，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副总，查清楚了，徐小姐的父亲先前因为资金不足，之后又沉迷股市，欠了一屁股外债。刚刚的300万只是冰山一角。看来他这父亲也不称职。去查清楚欠了多少钱，还有徐家股权的分配情况。您是想……既然是我傅正南的人，当然不会让他受委屈。这徐家掌门人也早该换了。是。这事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？为什么会欠这么多钱？还有，为什么会找到我头上？哎，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要不是走投无路，能这样吗？自从你和傅少分手以后，我们家就断了源源不断的投资。眼见着你和傅少又好起来了，可你又不愿意花别人太多钱，这不是糊涂吗？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，别说傅家顾家，就算是全球首富，也经不起你们这么造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可是你爹。现在想起来是我爹了，当初让我还钱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是你女儿呢？你个不孝女！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现在帮衬着家里一点，又怎么了？让别人还钱，你们倒是挺心安理得的，但我良心不安。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？你看这次傅正南不是给你掏300万，掏得很爽快。他大方爽快，那是他的事，反正公司也在赔钱，我看没有继续的必要，不如清算退市，也能给你们留些养老钱。你放屁！这可是我老徐家的基业，怎么能毁在我手上？是啊，这可是你爷爷辈传承下来的心血，可不能倒逼清算。好，我最后再帮你们擦一次屁股，擦了这么多年，我也擦累了。再有下次，你们就算是逼死我，我也没那么多钱。再有下次，你们就算是逼死我，我也没那么多钱。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啊？你爸还欠了那么多钱，你要是不管，我们就完了呀。还有，我没那么多钱，管不了。你没有，但是傅先生有啊，你只要开口，他一定会给你的。要么申请破产，要么让司法机构拍卖抵债。你们的钱我还不了。我们可是一家人呀。是啊，一家人，哪有一家人是靠卖女儿为生的？先是顾长河，又是傅正南，我真的受够了。我求你了，你爸前不久确诊癌症晚期，他已经没几天可活了。他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徐家能够平平安安的挺过去。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不该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。可是不管怎样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呀。晚安，你帮公司说到底也是帮你自己啊。我和你妈老了，这公司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你最后再帮爸妈一把，好不好？好，但现在不行。等我怀上傅正南的孩子，就能得到傅家的家产。不过现在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都别让那些人再来骚扰。是。晚安，
你放心，我一定和他们说清楚。你看，知道你要来，爸妈多高兴，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。坐，走，小姐姐，喝口水啊。你得的什么癌？我看你怎么还活蹦乱跳的。医生说我是癌症晚期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和你妈也是刚知道。明天去医院做个检查，能治疗就早点治疗。好，先不说这个，这个好治。你也别怪我们。顾上说了，只要你能给他下跪认错，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了。醒了，又是你，顾长河让你来的。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惹长河生气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先收拾收拾你。你看看你这穷酸的样子，也配接近长河？你好好看看自己吧，到底哪里配得上他？放心吧，我没兴趣跟你抢。像顾长河这样的人渣，也就你把他当宝贝。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你应该知道，顾长河是个什么样的人渣。他既然能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出轨你，自然也能够再出轨别人。你这个贱人！长河爱的人是我，我肚子里面怀的也是他的孩子。他不会，我和你不一样。贱人，你就是嫉妒我。嫉妒你拥有一个垃圾堆里捡来的人渣。我再说一次，我跟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顾长河身边。让开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你不是喜欢装清高吗？那今天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你这么费尽心思把我弄过来，到底想做什么？把你弄过来的人不是我，只不过长河同意了，让我先收拾收拾你，好让你长长教训。你们给我把他的衣服扒光，明天全市都会是你的艳照。我看你还怎么在人前装清高。回趟家的功夫电话不接，是想饿死我吗？副总，徐小姐失踪了。什么？徐小姐家中、医院都找不到人。那就去找啊，封锁全城，找到她为止。是。傅正南知道了，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少在这狐假虎威了。你现在啊，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没有人会来救你。给我上！给我上！够了！亲爱的，你怎么先进来了？你不是说给我半个小时，让我先出出气吗？我让你给他个教训，没让你在这儿胡搞。长河，对不起，我就是看见他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又不是我未婚妻，你生什么气？滚一边去！怎么，事到如今还是不肯向我低头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别犟了，快下跪！顾少都说了，只要你下跪，就可以继续投资，帮助我们家。乖女儿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你既然不能开口向傅正南要钱，那就向顾少低头吧。那，你就算是帮帮我们吧。你们疯了，竟然相信顾长河这个王八蛋的鬼话！顾少，这样你应该满意了吧？这件事他不懂事，得罪了您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。徐婉安，今天的事，你只要跟我说一句对不起，这事就算结束。你做梦！你们徐家也没诚意呀！你怎么不听话呢？非要害死我们家吗？快道歉！道歉呀！道歉！我做错什么了？我跟这个人渣谈恋爱的时候，就一直忍受他给我戴绿帽子，被他呼来喝去像个佣人，还要想办法偿还家里的债务。我也是个活生生的人，
你们想要我道歉，不如直接杀了我。死不悔改。既然这样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他傅正南也别想得到。你不是要出气吗？交给你了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。哎，顾少，那你答应我们的还作数吗？人我们可是给你带来了。顾少，都是徐婉安不懂事儿，和我们无关呀！你千万不要撤资啊！求求你了。再说吧。顾少，哎呀，爸妈就这么把我丢下？徐婉安，你还真是可悲啊，连你爸妈都不要你了。哎，你说说，你这种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是挺可悲的，我守护了这么多年的家人，到最后就这么出卖我。现在想起来，传闻杀人不眨眼的傅正南反而对我最好，也最关心我。既然嫁给了我，以后傅家不会亏待你的。这种时候我能想起的人，竟然也只有他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些照片要是传出去的话，估计整个西城的男人都不敢要你了。不过，光有这些照片还不够刺激哈！你们给我来段活春宫，我要让他火遍全网。事成之后，你俩一人100万。谢谢王小姐。早就想睡这个女人，身材这么好，不玩白不玩。这辈子居然还能尝着傅正南睡过的女人，值了！你们想死啊？傅先生，傅少，跟我没关系，都是这个女人。我们是被冤枉的。这2个人，你看着办。至于他，联系律师让他牢底坐穿。是。那顾少那边不用管他，既然动了我的人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带走。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我肚子里面可是顾长河的孩子，他也算是你们傅家的种啊。走，回家。谢谢你，终于舍得说话了。放心，欺负我傅正南的女人，一个也别想好过。顾长河，我留他有点用，暂时不动。至于你爸妈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们心里要是真有我这个女儿，就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做出这种事了。通知媒体，公布徐氏夫妇的犯罪行为，联系公检部送他们进监狱。另外，全面买下徐氏集团的股票，全部买在徐婉安的名下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徐氏集团唯一的控股人，怎么处理你自己决定。有什么不懂的，陈特助会协助你。傅先生，别太感动，各取所需吧。你要是死了，谁给我做饭？另外，你爸妈挪用公款买股票，欠了3000万的债务，他们迟早会走到这一步。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我妹妹瑶瑶怎么样了？她才刚成年，不会涉及到什么债务，我已经帮她处理好了。傅先生，谢谢你赶来救了我，谢谢你对我这么好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件事情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管去哪里，都要提前告诉我。整个西城，谁也不能欺负我傅正南的人。好。我们回家。爸妈，这是怎么了？2人涉嫌违法犯罪，现在被捕了，带走。徐小姐，我是傅正南的助理，我姓陈。以后你父母的事情就不要再过问，你正常上学就好。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或者你姐姐。傅总，我记得您之前说过要等徐小姐怀孕了再结婚，怎么现在
不想等了，不结婚，总有一些不长眼的东西来招惹他。太短，领口太低，太便宜。我的太太值得最好的。接下来这件是我们店内最贵的，相信傅先生你一定满意。傅少，这件婚纱一共镶嵌大小钻石，共999颗，价值数百万。就这件吧，我要许晚安做最幸福的新娘。相信这样一件婚纱，任何女人都不会拒绝。夫人还真是幸福。其他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是您专门找国际大师定制的钻戒，永恒之心，花费3个亿。只要他喜欢，花再多钱也无所谓。真想不到，这辈子还能见到副总这么恋爱脑的时候。对了，副总，按照您之前所说的，只剩下2个月时间，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去一趟医院？走吧。徐医生，你最近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看你老是干呕。没事，可能是太累了。那你会不会是怀孕了？怀孕吗？对啊，作为一个产科医生，应该对这方面更敏感才对啊。你最好去查查。真的怀孕了，这样我就能在傅正南离开之前，给他留个后了。副总，那我就对外宣布你的治疗取得了成效，可以延长寿命1个月，如何？先这样吧。副总，时间会不会有点太短了？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没有收到徐小姐怀孕的消息，我们的计划恐怕很难进行。怀孕急不来，先这样吧，你帮我组织一个全国专家会诊，后续再放出治疗消息，这样可信度会更高一些。副总，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。傅正南在装病，为什么？他一直以来都在骗我。副总，那1个月后，如果徐婉安没有怀孕，要怎么办？那就换了他，随便找个人，假装一下。你说你这么沉不住气，3番5次的找傅正南的麻烦，他要是真的不顾及我们2家的关系，那会怎么样？那又怎么样？反正我也受够了。我是傅家的养子，但我在傅家一点脸面都没有，我还要处处看人脸色，尤其是那个傅正南。顾先生好，顾少爷好。你又是谁啊？我叫许若曦。明晚傅氏集团为傅老爷子举办生日宴会，傅正南一定会出席，到时候我会给你创造机会，这一次你必须爬上他的床，否则等徐婉安怀孕，那一切都晚了。是。医生，我身体不舒服。不舒服上楼左转去男科，我这里是妇产科，难道你想说你怀孕了？你吃错药了。没事的话别打扰我上班，谢谢。算了，今天心情好，就不跟你计较。今晚不用做饭，我会派人来。晚上没空，我加班。那明天呢？明天也没空。天天加班，你们院长想死啊？他要是不想干了，我可以让他提前退休。副总不食人间烟火，不懂有种东西叫自愿加班。自愿？那我就让整个医院都放假。千万别，我爱工作，工作爱我。你这么做无疑是让我去死，何况医院病人这么多。傅先生未免也太残忍了吧。徐婉安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副总，我先去巡查病房了，您自便。我们之间
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吧，我们之间毕竟是各取所需的关系。你托我给你生孩子，我托你的遗产，这么简单的关系，能有什么误会？你字字句句深入人心，像把刻刀一样锋利，我不堪一击就快要窒息。忙活那么久，原来是我自作多情。求婚取消？为什么呀，副总？您这几天忙前忙后的，不就是为了给徐小姐准备一个惊喜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徐小姐对你很冷淡？是不是女人特殊的那几天来了？少给我废话。那老爷子过2天的宴会还带不带徐小姐？带。宴会上那么多人，要是不带她，回头不知道又起多少风言风语，传出去还以为我傅家虐待她。开车。是。副总这为情所困的样子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呢，还得是徐小姐有一套，一物降一物啊。傅老先生真是好福气，有个这么漂亮的儿媳妇儿。是，听说是徐家的小姐，样貌身材都不错，可惜就是家世差了点。傅老先生，少爷之所以对徐婉安舍不得，那都是因为他这些年不近女色，没接触过什么女人。哼！傅老先生好。我记得你，许家的小女儿，你们这些年一直想和我们傅氏合作，你的家世就比那个徐家的强多了。傅老，您满意就好。哼，我满意有什么用？还得那兔崽子满意才行。您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只要让少爷品尝一次其他女人的快乐，那他就会知道，那个徐婉安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而且还有逼走那女人。好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必须成功。一个女人居然同时和叔叔还有侄子搞在一块儿，成何体统？我看见她就烦。您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傅先生，有必要这样假装恩爱吗？你本来就是我的妻子，何必要假装？好的，傅先生。傅老先生，这是给您带的贺礼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你既然是我们傅家的媳妇儿了，有些话我必须提前跟你讲清楚。你跟我来一趟吧。你最好别说不该说的话。嘿，你小子！还真是男大不中留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走吧。哎呦，傅少，犬子之前没少给你添麻烦，我都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。你怎么教训儿子是你的事情。是，我就是给您赔个不是。我知道少爷不喜欢人多的场合，我特意让人准备了净室，还有专人侍房。您去休息会儿。哎呦，您放心，这个房间呢，就是许小姐和老先生谈话的隔壁，还准备了监听设备。你比你儿子会做人的多。毕竟我知道谁才是傅家未来的主人。傅少您请。傅少，您在此休息，我就不打扰您了，告辞。先生，这是上好的普洱，请享用。出去吧。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想进我傅家的门，可以，不过呢，你要先把这个婚前的协议签了。婚前协议？这协议的内容最重要的只有几条：一，婚前财产必须做好公证，你是没有继承的资格的，只有我们傅家的长孙
才可以。2，不得干涉傅正南和其他女的生孩子。这条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觉得我傅家的继承人只能有一个子嗣吧？现在时间紧迫，阿南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，而你的肚子到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不多找几个女人，我们傅家绝后了本代。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只要能爬上傅正南的床，以后许氏就能飞黄腾达了。傅少，是你，滚出去！傅少，你现在中了药，我要是出去了的话，你一会儿药效发作了，伤了身体可怎么办啊？敢给我下药，你找死！傅少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这样做和徐婉安也没有区别，不是吗？而且我能比他让你更快乐。不好意思，我接受不了和其他女人共享老公。接受不了，你可以出去。有的是人愿意接受这个条件。傅正南呢？他也这么想吗？当然，就是现在，在隔壁，他正在和我安排的女人翻云覆雨呢。你当真以为他很喜欢你啊？哼，只不过是一时的新鲜度罢了。来，这个音响记录着隔壁的声音，你好好听听。傅少，不要！傅总，那1个月后，如果徐婉安没有怀孕，要怎么办？那就换了她，随便找个人假装一下。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放一点声音就受不了了。你当真想要进我们傅家的门，你还必须忍受和所有给他安排的女人共处一室。所以啊，你还是把这个协议签了。要不是阿南喜欢你，就你一个小小的徐家能入我的眼。我知道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以后我和傅正南再没关系。是你？结束的还挺快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样，顺利吗？傅老先生，徐婉安是气走了，可是傅少根本就不让我靠近。什么？他会的，我都会；他不会的，我也会。傅少，你能疼我了？既然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不要，放开我！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敢了。滚！傅老先生，是不是那个药的药效不太够啊？没用的东西，那种药用多了，伤到阿南的身体怎么办？你呀，阿南，行，你玩够了吧？徐婉安要是找不回来，这傅家爱谁要谁要。副总，副总，徐婉安在哪儿？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件事的。徐小姐不知道怎么了，非得闹着要离开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先请她去楼上的房间休息。带我过去。傅正南，你能不能跟你的手下说清楚，别来缠着我？出去。是。别碰我，我嫌脏。你这样的行为和顾长河又有什么区别？我爸跟你说的，我都听到了。所以呢？你之前说我不信任你，那现在呢？你能不能尝试信任我一下？从今以后，我会试着相信你。之前的事情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，我跟你保证，
我没有碰过其他女人。现在，你先帮帮我。帮你什么？许婉，我中药了，难受。When I cry， 你停下来。When I cry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和你都进入我爸的圈套了。你爸为了让我滚蛋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无所谓，结婚是我的事，谁也别想逼迫我。Beautiful life, beautiful day. 너의 기억에서 내가 살 텐데. Beautiful life, beautiful day. 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嫁给我。我们正式结婚之后，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你就是傅太太。婚礼过后，谁也没有资格赶你走。徐小姐，是有什么顾虑吗？傅先生，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都知道什么？你为什么装病？说好了相互信任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这是什么？ B 超检查报告。啊，你怀孕了？嗯。好，这次什么都不用再等了。陈特助，现在把徐婉安怀孕的消息散播出去，然后后手可以准备了。少爷，不再等等了吗？不用了，这个消息一放出之后，我就不信他们还坐得住。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接下来会有一场好戏上映。傅老先生，您别生气，一个许若星不行，我们还可以再找其他的嘛。傅董，徐小姐怀孕了，傅家有后了。真的啊？傅家有后了，那徐家小姐还真怀上了？那某些继承人的梦就要碎了。顾家父子卑躬屈膝，不就是为了傅家的钱吗？现在好了，能分到点零头就不错了。傅老爷子肯定把大头留给他的长孙啊。是啊，就是啊。哎，我觉得有道理。我要奖励徐婉安1000万，不，1个亿。他真是我们傅家的大恩人呐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喂，儿子，不好了！徐婉安怀孕了！什么？不能再等了，必须马上动手，否则傅家的一切可真的就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了。马上联系傅氏集团的其他股东，知道了吧？徐小姐，只要怀孕了，一切都好说。好，徐小姐，我刚才说那些话，你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喽。哦，对了，这呢是1个亿，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变脸变得比狗都快，我的老婆不需要你来疼。嘿，你这小子，我做这些我是为了谁呀？之前物色这世家的千金，还不是怕你死了以后，我的孙子一个人支撑不起来。再者说了，和世家联姻那也是好处多呀。你这个人真是的。用不着你来操心。哼。副总，不好了！网上有人爆出傅氏集团的黑料，很多股东开始抛售股票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经营了傅氏集团几十年，从来就没做过犯法的事儿，这完全是凭空捏造啊！捏不捏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内鬼已经跟股东联合了。没错，你们傅氏集团今天完蛋了。傅其成，是你搞的鬼！哼，原本你们老老实实的把傅氏集团交到我们父子手上，就没有今天这件事情的。是你们又搞出个孙子，
你们这是在逼我们顾家不得不反。来人！明天事情结束之前，谁也别想离开。你这个白眼狼！想当年你们顾家差点破产，是谁帮的你？还有，当年要不是你苦苦哀求，我怎么可能让郑兴收顾长河为义子？哎呀，那我还真得谢谢你了。不过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交出富氏集团；第二，我逼你交。这跟我没关系啊！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傅平生签字前，谁也别想走。你这个畜生！这就是你说的好戏？不好看吗？傅家都破产了，还好看？平时看着你挺聪明的，现在怎么不聪明了？马上，你就知道我有多聪明。我耐心有限，你要么交出傅氏，要么我就拿你的宝贝孙子开刀。你敢！顾其昌，你别自寻死路。今天这就算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。别挣扎了，要么交出傅氏，就死。傅家的一切，本该就是我们父子的。谁报的警？别动！别这样！我就是吓唬他们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凭什么抓我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。这里是顾其昌和顾长河父子2人犯罪的证据，其中包含侵占傅氏的财产，还有杀害傅氏大少爷傅正行的罪行。带走！别这样！我就吓唬他们。我犯了什么法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阿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哥郑行不是出车祸死的？自从这对狼子野心的父子进入傅家之后，就一直谋划着争夺傅家的财产。大哥不死，他们有机会上位吗？那你傅总这些年一直都在装病，暗中调查顾家父子的犯罪证据。如果不装成身患绝症，可能傅总也死在他们手里。这2个畜生！快救救护车！刚才没事吧？是啊，像是装的。想不到好好的生日宴居然闹成这样。不幸中的万幸，没想到傅家小少爷居然是装病。他太聪明了，不然的话，傅家就真绝后了。哼，太太，还有什么疑惑吗？就是觉得傅先生你太会伪装了。你要是以后出轨的话，能瞒我一辈子吧？整天不能盼我点好的。傅总，顾家父子的财产已被全部查收，但是顾长河跑了，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警方正在全力搜索。走吧，回家。太太，既然我没有生病的话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多给我生个孩子？我喜欢儿女双全。想得美你！你骗我的事情还没找你算账。任凭太太发落。走。该死的傅正南，居然早就在调查我们！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毁了你最重要的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想干什么？要你去死！傅总，对方的车是黑车，查不到一点信息，而且对方动作非常利索，一看就是专门冲夫人来的。现在根据监控，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车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在城东，那边有一座废弃的仓库。发动傅家所有力量找徐晚安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傅总，对方是有备而来，恐怕夫人已经……找！
我要见人死要治尸！救命啊！你在哪儿？我在。查，1分钟之内查出他的定位，快！是。徐婉，你千万不能出事！要你去死！傅正南，我在！傅正南，敢打电话，我就是要让傅正南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你还敢跑？你就这么想跟傅正南生孩子？别伤害我！你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。我要多少钱？你看看我他妈是谁？顾长河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他妈干你！当初就是因为你才害得我现在这个样子。顾长河，你现在去自首，你还有机会重新做人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自首，我重新做人，我拿什么重新做人啊？顾长河，你冷静点，我怀孕了，你这么做就是一尸两命。我要的就是你肚子里这个孽畜的命。你当时如果没有遇到傅正南，你是不是就还是和我在一起？你疯了，你真是疯了！疯了，疯了也是被你逼的。就打2下，就打2下，这孩子就没了。等孩子没了，你还是我最爱的顾太太。顾长河，别伤害我的孩子。你要多少钱，我都能给你。我要的就是这个贱种，他必须死。傅正南他凭什么有孩子？他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么久，他凭什么有孩子？我就是要摧毁他最珍贵的东西，所以你就给我去死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孩子，傅正南，你在哪里？没用的，等他来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没亲自问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都是你对不起我。这是你欠我的。你说你要做我的顾太太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啊？只有我不要你，你为什么能不要我？放心，等这个孩子没了，马上就送你去医院。傅正南把你睡了之后，我发现我最爱的人就是你。神经病！就2下，就2下，这孩子就得没了。顾长河，顾长河，干什么？傅正南，老婆，你醒醒啊，老婆！傅正南，你摧毁了我所有东西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给我闭嘴！陈特助，一个不留，让他们现场蒸发！还有，顾家所有大小旁支，悉城除名。是。正好，西城河最近是汛期，丢几个人进去应该不会被发现。但就这么把你处理了，有点太便宜。把他给我打成残废，然后送到监狱，住他老爸隔壁，让他们父子俩给我蹲一辈子监狱。再说一遍，你他妈再说一遍！你就是傅正南，我姐姐呢？我姐姐怎么样了？她在手术室。都是因为你，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们家就没有什么好事。我爸妈出事了，现在连姐姐也出事了。都怪我。晚安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
如果上天能够重新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你，再也不让你受这种苦了。副总，顾长河那边已经处理好了，已经废了，然后交给警方。以后他在监狱的日子不会好过的。大孙子情况怎么样了？没事了吧？谁是徐婉安的家属？不是。现在病人的情况很危险，你们要保大还是保小？小。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保小？你这个人有没有人性啊？那以后万一生不出来怎么办？那肯定要保小的。我是徐婉安老公，听我的，大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保什么大呀？傅老爷子下去休息，以后傅家的事情，你不用再操心了。哎，你是。嘿，知道了，我会全力救治的。你这个姐夫还算可以，我认了。你要是敢保小，就我姐那性格，以后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啊，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觉得孩子不太重要了？徐婉安才是我的一切。好消息，病人的意志力很顽强，大人和孩子都保了下来。好喝吗？我专门选的。不怎么样，盐放这么多，你想齁死我呀？那也要喝，这是你老公第一次做。好，好，好，回头我给你写个菜谱，你照着做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不是被你饿死，就是被你毒死。还有一件事，这个是不是该物归原主？等傅太太好了之后，我们正式举行婚礼。好吧，勉勉强强答应你。傅先生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也许是从第一次你胆大包天亲我的时候。以后不要叫傅先生，叫老公。老公。How can I love when I'm afraid to fall?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, all of my doubt